朋友们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越是亲近的人呢，就越难做到包容。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不认识的人身上，你可能会觉得没什么，也能接受，但是一放到家人身上，就很想把它纠正过来。可谁又愿意被别人改变呢？比如很多人会觉得家人总是喜欢干涉和掌控自己的生活，很多时候都要自己听取他们的意见，但是呢，又觉得他们的意见都是不讲理的、无理取闹的、自私的。面对这种来自家人的说教，自然就不想听，于是处处都是较劲，感觉生活得非常辛苦，甚至想要逃离家庭，赶紧去找个清静点的地方。其实我们为什么说家庭是最好的修行道场？因为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，家人都是在自己的生命中和自己能量纠缠很深的人。俗话说无缘不相聚，能成为家人，都是有各种的因缘在里面。从量子角度讲，是两个灵魂的同频共振。如果和你的家人都无法和谐相处，你就无法和任何事、任何人和谐相处。因为在亲密关系中是最能展露一个人的全部天性和心理状态的。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习惯，就是试图改变他人。你会发现这样只能越搞越糟糕。为何会这样？第一，因为不明白生命的真相，自然无法掌握各种规律本质。第二，习惯于用小我的手段处事，而小我是比较低频的，他贪婪、傲慢、敌对、怨恨、计较。试想一下，彼此用小我的方式纠缠，能有好结果吗？无非是在事端之上创造更多的事端，然后深陷各种痛苦烦恼中不能自拔。那彼此矛盾的真相又是什么呢？所谓福业相当才能相遇，也就是说，你们在交际过程中发生的矛盾是彼此的共业。何为业？就是你在他身上看到的优缺点，能接受的、不能接受的，你内在都有。好比投影仪把内容投射到了幕布上，你就是投影仪，对方就是幕布。你其实是在看自己的电影，对方在为你表演。这就是觉悟后的真相。有形的寺庙只能修出清净，而在无形的家庭中修，却可以看到实相。什么是修行？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。为什么要修？因为之前的习性让你痛苦，只有每个念头改变了，语言和行动才会跟着变，你的生活才能变。修行不是我们又学了一门新知识，天天背诵、默写、做练习，就为了能考个100分。没人考你，生活就是你的考题，也是你的得分。你越过越幸福，看谁都顺眼了，别人也越来越喜欢你、亲近你，甚至想跟你学习，你就修对了。如果正相反，你就是修错了。其实修行没有那么高深复杂，总结一句话，不过是去掉一个我字。因为真相中无我。想想你的每个起心动念，不都是站在我的视角去分出了个好坏对错，于是才有了执着，求而不得才会痛苦，不是吗？所以修行不过是去掉那个我，因为一切都是心的投射，心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。那好，既然知道对方是自己内在投射出来的，你就对镜生心，用心若镜，看到外面的发生就足够了，不上前去纠缠。当你能不断地透过外在修自己内在的时候，外在一定会发生变化。比如对方脾气不好，你用心若镜看到就可以了，谢谢他的表演，然后回到内在看自己的脾气如何，看到了就去实修。等你圆满了，对方也就变了，这是一定的。
在任何关系中产生矛盾和摩擦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固执己见，我执深重。不论你和任何人争吵，请看到是谁在坚持获胜，看到那个坚持自己观点的人，他是一切不幸的原因。只要你肯放弃你坚持的观念，你不可能会痛苦。你什么时候放弃你坚持的东西，你什么时候就能解脱。小我非常狡猾，他总是不肯放弃自己，他要掌控并决定一切。如果你不听我的，我就要攻击你；让别人听我的，仿佛我在主宰对方，这是深深的无明。当你想掌控某个人、某件事，甚至某次谈话，其实你反而成了被掌控者。当你想说服别人，你就掉进了小我的圈套中。没有人能被你说服，除了你的执着，除了你的妄想，你无法说服任何人。如果你坚持要说服于别人，那就是灾难的开始。不要轻视任何两个人，哪怕因为很小的事引起的争吵，没有比这种执着更深的执着。生命的我执在争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，而当你看到是那虚妄的自我渴望突出自己，看到是那无名的我执在要求胜利，看到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那个我，你就会停止争吵。除非你喜欢互相伤害，除非你想生活在痛苦中，否则就停止争吵。如果你想和任何人建立和谐的关系，都要远离争吵，家和万事兴。那具体在生活中该怎么做呢？大家可以先从一句话做起，那就是保持态度尊敬，并且互不干涉彼此独立的生命体验。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这句话的底层逻辑是什么。其实每次你和家人发生冲突和对抗的时候，当你带着觉知去观察，你就会发现你面对的只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执念和习惯，以及他们的情绪。现在回想一下，我们之前讲过很多在面对情绪和执念时的应对方法。没错，就是接纳并且保持中立，完全的不介入。这就是唯一正确的面对执念和情绪，也就是面对各种各样的小我，以及被这些小我驱动着的无意识肉人时候的态度。注意，这里的小我和无意识的痛苦之深，同时包括了对方的，还有你自己的。因为我们也要通过对镜来看自己。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，到底有哪些地方是你没有觉知到的。首先，你要先拿掉不讲理、自私、无理取闹等等这些批判性的标签。因为有这些标签，就意味着你失去了中立，意味着你失去了观察，意味着你已经通过评判让自己介入到了小我之间的战斗，意味着你已经起了反应。当下次你再遇到这样的场景，在你即将失控，要被情绪控制的时候，你要努力让自己在第一时间提起觉知，不要让自己被外在环境所捕获，不要让自己失去意识，然后让自己也变成一个小我，变成一个习惯，随后陷入到小我和习惯的战斗里去。接下来我告诉你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，下次当你在面对亲密关系中的争执的时候，你只是去微笑着对对方说一句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或者我听见了，我记住了。甚至你也可以什么都不要说，只是走过去安静地给对方一个拥抱，仅仅如此，并没有任何其他多余的行动，比如讨好、顶撞、怒吼，一味的顺从或者沉默的对抗、离家出走等等这些。你如果能全然地按我说的做，也代表了你对所有执念和情绪的一种允许和接纳的态度，并且你还会通过这个过程，完美地保护了此刻你自己独立的生命体验。同样，你也并没有通过任何评判去干涉你家人的生命体验。记住，帮助你家人跳出他们的习惯和执着，
这并不是你此生的功课，你要做的就是在遇到这样的生活情境的时候，只管对你自己的反应做如是观，而你的家庭对你来说，就是你的外在的体验和修行的环境。当你变了，你的家人一定也会受到影响。如果你能按照今天我说的去亲自实践和验证一段时间，那你就会发现，慢慢的那个你口中的不讲道理的家人，可能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了一个被你接受的家人。还是那句话，家庭是最好的道场，家人是最好的免费陪练。透过彼此看清内在的情绪、习气、匮乏，看清小我，由小爱升华到大爱，只有大爱才不会受伤，只有智慧觉醒才是真清醒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